高中时，我曾经害死过一个女孩，她是自杀的，死得很惨，一身红装，还用红色的蜡笔在房间里写满了诅咒。5年之后，我的家里开始显现不祥的痕迹。好看的精品短篇悬疑恐怖小故事，一口气看到大结局，每天更新。喜欢评论区扣1，无聊扣2。温馨提醒您，正文开始了。我跟吕俊已经结婚3年了，感情一直很好。他最近事业有成，经常出差，朋友便提醒我小心男人有钱就变坏，我也只是一笑了之。但最近家里出了一点情况，让我不得不开始担心。一开始我担心的是吕俊出轨，不知从哪一天开始，我的东西会莫名其妙的消失，然后又重新出现。有天早晨，我要出门跟朋友见面，发现我最喜欢的一支口红不见了，找遍梳妆台都找不到。第二天，吕俊正好出差回来，那支口红便重新出现在了梳妆台，就在最显眼的那个位置。我疑惑的仔细看了看，看到了用过的痕迹，甚至还有一丝跟口红颜色明显不同的红色，像是血迹。一瞬间，我感到极度恶心，当场把它扔掉了，同时起了疑心。那几天家里根本没来外人，我们结婚多年，也一直没要上孩子。除了吕俊，没人会动我的口红。他是把口红带出去给其他女人用了吗？我没有马上发作，因为不想打草惊蛇，我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果不其然，大概因为口红的事情没有被我发现，这种事开始越来越多。我的精华、面霜、香水、粉扑，几乎所有女人会用到的东西都消失过一次，只要重新出现后，就会有明显用过的痕迹。然而还没等我跟吕俊对峙，一个新的情况让我打消了吕俊可能出轨的念头，并剧烈的恐惧起来。家里开始出现不属于我的女性用品，而且我知道它们属于谁。最先出现的是一根红头绳，它正好的出现在梳妆台的正中央，宛如希望我使用它一般。当时吕俊在外出差，他不可能回家来特地放置这么一根头绳。仔细的观察那根头绳，我看到了上面的一小片枫叶装饰，这让我一瞬间冒出了冷汗。我记得这根头绳，它属于王蕊。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，我陆续在家里发现了6、7年前款式的口红、手链、饰品、香囊，甚至在衣柜里看到过一件鲜红色的裙子。这些东西我并非全都见过，但我认得其中的大部分都是王蕊用过的。而王蕊是个被我害死的女孩。学生时代的我是个标准的好学生，学习成绩不错，在班里担任干部，深受老师同学们的喜爱。王蕊则是个标准的坏学生，学习差，爱打扮。每次学校整顿纪律作风，我们这些学生干部在校门口查不规范打扮穿着时，王蕊总会被抓住。她会在脸上涂脂抹粉，会留长刘海，会戴首饰，会特地在校外裁缝铺里把校裤改成收脚裤。在正义的我看来，这种带有不良风气的坏学生是一定要矫正的。而现在想来，恐怕当时我高举风纪大旗时，内心也有对她的嫉妒。不可否认，她长得确实漂亮，也吸引了不少同学的目光。于是我和其他几名相熟的班干部好友一起开始了对她的校园暴力。一开始我们只是言语讥讽，身为优秀的学生，我可以站在各个角度对她进行批判，而她无法反驳，只能默默的忍受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种不反抗反而进一步引起了我的愤恨。渐渐的，口头上的侮辱转变成肢体接触。在体育课上，我们会故意冲撞她；课间，我们会拉她到没人的角落欺负她；甚至在有些时候，我们会禁止她课间如厕。我们是好学生，而她是坏学生，没人会帮助坏学生。身为坏学生的她也心知肚明这一点，所以这样的恶行一步步的发酵，甚至成了班里的政治正确。直到高3那年，意外发生了。因为被我们禁止去厕所，王蕊在课堂上失禁了。当时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紧接着就是一阵窃窃私语。每个人都对王蕊极尽讥讽嘲笑之能事。早已被孤立的王蕊没有任何反抗，甚至没有哭，只是愣愣地坐在椅子上，不知在想什么。第二天，
王蕊就再也没来上学。不久之后，我们听说她自杀了。在18岁生日当天，她精心的打扮之后，穿着最喜欢的那条红裙子上吊了。等到她的父母下班回家，看到的是眼球几乎瞪出眼眶，舌头从鲜红的嘴唇里吐出来，披头散发的女儿尸体。而在她的卧室里，满墙都用红色的蜡笔写满了诅咒，其中出现最多的名字是顾启，也就是我。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，我也因此受到影响，好几个月都没睡好一个安稳觉，一闭上眼就能看到王蕊吐着舌头的模样，因此没能考上理想的大学。毕业多年后，那件事已经被我深深的埋在心底，可现在他的东西一个个的出现在我的家里，我的东西又莫名的被用过，这是他的复仇吗？5年了，他来找我了。意识到这一点的我浑身战栗，无法自已。我想过报警，可这番猜测恐怕不会被警方信任。我打电话告诉了吕俊，吕俊安慰了我，说尽快回家陪我。而我能听得出来，他并不相信有鬼。可是没有鬼的话，我的东西又是谁用的？王蕊的东西又为何会出现？怀着这种焦虑，我度过了难熬的2天。不过说来奇怪，这些日子我睡得一向很沉，即便处于极度恐慌中，我也并未如当年得知王蕊死讯时那般失眠。到了第3天凌晨，一阵奇异的响声吵醒了我。我想睁开眼睛，却觉得睡意更浓。没一会儿，响声消失了，我用尽全力才勉强的忍住睡意，打开了床头灯。看清眼前的一幕后，我发出了此生从未有过的尖叫声。卧室的门口有一个穿着血红色裙子的女人，披散着长发，悬在天花板下面。是王蕊，王蕊真的来找我了。我只看了那可怖的画面一眼，就尖叫着闭上双眼，失去了意识。顾小姐，顾小姐，出什么事了？顾小姐！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吵闹声再次把我吵醒，同时伴随着猛烈的砸门声。我睁开双眼，再次看到了那可怖的女人，只是这一次的恐惧不如之前来的强烈。我没有再尖叫出声，理智的回归让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我声音颤抖着，大声的朝门外喊：钥匙在脚垫下面，你开门进来。很快的，防盗门传来了开门声，一个年轻的保安冲了进来，继而被卧室门口的女人吓了一跳，向后坐倒在地上。顾小姐，这是……果不其然，这红衣女人不是鬼，而是死尸。这次醒来，我发现那红衣女人仍在半空中没动，心中虽有惧怕，却也知道那女人恐怕不会夺走我的性命，否则在我昏迷期间早就动手了。不是鬼，却悬在半空，就只能是吊死的死尸了。而门外的吵闹声和砸门声，恐怕是因为我尖叫声太大，引得周围邻居联系物业，才让保安上来看看情况。我自然让他进来了。那保安的声音我认得，是个最近刚来的小年轻，平日里经常帮业主搬东西，最是热心。可这死尸究竟是谁？谁会死在我的家里？我强撑着从床上起身，招呼着客厅里的保安，一起把吊着的死尸解了下来。死尸解下之后，我和保安面面相觑。看看他是谁？我向保安说道。保安咽了口唾沫，双手颤抖着撩开了那一头挡住脸的长发。死尸的真面目出现在了我们面前，竟是我的丈夫吕俊。他目眦欲裂，眼睛死死地瞪着正前方，似是死不瞑目。更加诡异的是，他的脸上擦着惨白惨白的妆容，嘴上涂了鲜红的口红，身上还穿着王蕊那件极不合身的红裙子，脚穿红色高跟鞋，甚至连指甲都涂上了红指甲油。而这一套妆容之精致，简直如同他自己亲自为自己打扮的一样。诡异与悲伤扑面而来，我再也承受不住，又一次昏了过去。我昏过去之后，保安立刻报了警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已经在医院里了。我得到了及时的治疗，身体没有大碍，可吕俊没能救回来。得知这一消息，我失声痛哭，无法面对这样的结果。吕俊从未与人结怨，平日里也乐观向上，无论是他杀还是自杀，
都找不到合理的理由。更何况吕俊为何会戴着假发，化着浓妆，像王蕊一样死去？更早些时候，我家里出现的跟王蕊有关的诡异现象，又作何解释？我记得王蕊死前写下过对我的诅咒，是诅咒成真了吗？这一切，警方都没有给出答案。案发之后，警方就对我家进行了详细的勘探，出人意料的，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，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外人的踪迹。查小区监控，又发现小区的监控已经坏了好久，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影像。至于跟王蕊有关的诅咒、迷信之说，警方更是不做参考。而吕俊死后，我家再也没有出现过东西莫名的消失，或王蕊的物品突然出现的诡异现象，这让我无法再证明自己所说非虚。一切似乎都陷入了无解的境地。直到1个月之后，一个看似与命案无关，却十分离奇的意外发生了。我怀孕了。这1个月，我的生理期没来。我本以为是惊吓和悲伤过度，让我的身体产生了紊乱。可那天，我在小区里闻到邻居家的炒菜味儿，当街吐了一地，连累保安帮我清理，我才有了一个不太妙的猜测。去了一趟医院做了检查，大夫证实了我的猜测，我的肚子里有了孩子。得知这一消息，我忧心忡忡，甚至感到一丝诡异。吕俊最近工作很忙，我跟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温存了。这孩子是哪来的？思虑再三，我去了一趟警察局，向警方说明了情况。因为冥冥之中我怀疑这个孩子恐怕跟丈夫的死有关。谁知就在我回小区的路上，当晚与我一起捡下丈夫尸体的那个年轻保安叫住了我。他示意让我跟他走，把我带到了小区花园一个僻静处，面带窘色道：顾小姐，有件事我得跟你说。什么事？我有些不耐，这些日子的烦心事已经太多了。保安更加局促不安。其实吕先生出事那天，我看到于先生进了你们那栋楼。什么？我的精神一下子紧绷起来了。保安口中的于先生名叫于洛，是我的高中同学，现在是个街面上的小混混。在对王蕊进行校园暴力的众多同学中，于洛是男生里面最过分的一个。他曾经当着所有人的面打过王蕊一个响亮的耳光，只因为他跟其他朋友打了个赌，为此他还被记了一大过。毕业之后，于洛没上大学，而是混迹街面，学了一身坏毛病。同时，或许是毕业之后我学会化妆打扮，变得漂亮些的缘故，于洛竟然在一次同学聚会后开始追求我。我一开始以为他又跟别人打了什么无聊的赌，可此后几年时间里，即便我跟吕俊结婚了，于洛仍然没有放弃。保安之所以认得他叫于先生，正是因为吕俊死后这1个月的时间里，于洛来找我的频率翻了好几倍。他常在楼下大声地喊我的名字，保安不得不将其驱赶出去。突然，我感觉有些事情可以串起来了。于洛恨我嫁给了吕俊，也知道王蕊之死，又是个心狠手辣的混混，会不会是他搞出了这一切事端，杀了吕俊？我急问面前的保安，他具体什么时候来的？保安低下了头，就那天的深夜。你之前为什么不说？我的话里带上了些许怒气。保安的头更低了。之前我一方面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一方面我不确定那人是不是小区住户，最近他来闹事，我才知道他跟你的关系。顾小姐，我知道你怀孕了，而且事情还不太明确。你平日对我很好，我想了想，还是觉得得告诉你这事。对不起，算了，这保安的事就先不追究了，毕竟还是个年轻人，怕事是正常的。重要的是于洛。于洛进小区的时间正好是接近出事时，他在这个小区里又没有别的熟人，恐怕真的是他害了吕俊。我赶忙带着保安一起去报了警，警方立刻找到于洛了解情况。别看于洛平常吆五喝六，其实没什么本事，真遇到警察马上就慌了。再加上他本就做贼心虚，警方没怎么费劲就从他嘴里得到了一份令我震惊的口供，转述给了我。那天深夜，于洛确实来过，而且不止那一次，只是那一次被保安发现了而已。他来你家的目的也确实是图谋不轨。于洛最近得知吕俊出差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回家越来越少，心中就起了歪念头。他有点小聪明，靠着上学时对你的了解，知道你一定会把一把备用钥匙放在门口，所以他一通翻找，
发现了脚垫下面的钥匙。深夜你睡熟后，于洛就会偷偷的潜入你家，用黑市买来的迷药迷晕了你。再然后，警察转述到这里时迟疑了一下，显得有些难以启齿。我不可置信的捂住了嘴，胃中一阵翻腾，忍不住吐了出来。怪不得最近每隔一段时间，我的头就昏昏沉沉的，总是感觉睡不够，竟然是于洛的迷药所致。我肚子里的孩子竟然是于洛的，我感到无比恶心。然而警察接下来的话又让我感到不解。于洛承认了对你做的那些事，但是他不承认杀了吕俊，还说那天从没见过吕俊。你说的那些王蕊的东西，他也说跟他无关，不是他，还能是谁？可是，如果他在警方没什么证据的情况下已经承认了迷奸，又为何咬死不承认杀人？不，事实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几天时间过去了，警方的调查仍然在继续。于洛始终不承认杀了吕俊、孩子、王蕊，一桩桩一件件萦绕在心头，让我几欲绝望。我甚至想过去医院拿掉这个孩子，毕竟这不是我和吕俊的孩子，又是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于洛用迷药迷倒后怀上的，还是在葛峰的劝导下我才没有这么做。要不要拿掉是你的自由，可是我觉得孩子毕竟是无辜的，他身上也有一半你的血。你现在情绪不稳定，不要那么急着下决定。听说我想要拿掉孩子，葛峰是这样劝我的。葛峰是我的男闺蜜，我们从小学就认识，初中、高中都在同一所学校。每一次我陷入无助，他都能帮我走出来。当年王蕊自杀，同学们都用厌恶的眼光看着我，仿佛我是唯一的恶人，却忘了他们自己也是帮凶，包括于洛在内。只有葛峰在当时顶着其他同学的白眼，依然愿意跟我做朋友，而他也是极少数没有欺负过王蕊的男生之一。因此，我把他看作是值得一生深交的朋友。即便跟吕俊结婚之后，我和葛峰也无话不谈，吕俊也支持我跟葛峰保持这种友谊。吕俊死后，葛峰成了极少数我能信任和依靠的人。我听了他的话，留下了孩子。然而随着时间流逝，我渐渐地发现了葛峰有些不对劲。首当其冲的正是他对孩子的过分热心。我跟葛峰是知己好友，可知己好友也有界限。随着我肚子渐渐地变大，葛峰的表现开始变得有些出格。他热心地帮我从网上买了许多婴儿用品，奶粉、尿布、玩具，一应俱全。可我丈夫吕俊的死亡真相还未查明，葛峰的行为俨然如同孩子的父亲一般，让我很别扭。另一方面，我也隐隐地感到，葛峰似乎想通过这一系列行为强化我这个孩子一定要生下来的想法。不对劲，有些地方不对劲。直到那天，他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，要把刚买的婴儿床搬进来的时候，我终于忍不住冲他发了脾气。葛峰，这东西我不想要。葛峰脸上仍抱着灿烂的笑容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？这个款式我挑了好久，你和孩子肯定喜欢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往屋里搬。我伸出一只手抵住了他的肩膀。我知道你是好意，葛峰，但是你不是孩子的父亲，你不用做这些，这些不是你的责任，你这么做会让我压力很大，你知道吗？我越说越激动，后面几句简直变成了喊。可是说完我就后悔了，葛峰毕竟是好意，我这么吼他实在不应该。葛峰轻轻地挥开了我的手，反过来抓住了我的肩膀。顾琪，吕俊已经死了，你自己一个人没法照顾孩子，我来照顾你们不行吗？我一愣，看向他的眼睛，在他眼中看到了某种火热的渴望。原来他竟抱着这种心思吗？可是这样的心思对于我们的友情来说是种侮辱。我一把推开他，你别说了，如果你抱着这种想法，我们以后就不要见面了。一边说着，一边把他往门外推。葛峰眼中的火热有些冷却，脸上的笑容也不再灿烂。他没有反抗，被我推得后退2步之后，转身就离开了。没想到当天晚上，更难堪的事情发生了。自从我得知腹中的孩子是怎么来的之后，我晚上睡觉就一直很警醒。那天晚上，我因为葛峰的事心情烦闷，睡得很晚。半梦半醒之间，我突然听到门口有声音，我立刻警觉起来，一丝睡意都没了。竖起耳朵仔细听，
防盗门似乎有轻微的碰撞声，紧接着是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。我立刻拿起床头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，响了3声后挂断。然后我立刻下床，踮着脚来到卧室门口，把卧室门锁上。没一会儿，我听到了防盗门打开的声音，然后是踉踉跄跄的脚步，砰砰砰。那人已经来到了卧室门口，开始敲门了。究竟是谁？就在我疑惑的时候，门外的人竟然主动的出声：“顾琪，你开门啊！你装什么装？哟，不是第一次了。你凭什么不喜欢我？吕俊有什么好？他都死了，死得好。哈哈哈哈！孩子是我的，你凭什么不让我养？我们在一起多好，很多人都说我们很像。竟然是葛峰。听他的声音，大概是喝醉了。但他说孩子是我的，又是什么意思？我背靠着卧室的门，坐在地板上，心乱如麻。不一会儿，门外响起一群脚步声，一群保安来了。一阵挣扎和擒拿之后，那个年轻保安的声音响起：“顾小姐，已经没事了，我们报警了，警察一会儿就到。”雨落被抓之后，我知道真凶还没找到，害怕独自一人居住又出什么事，所以我跟那年轻保安约好，如果我给他打电话响3声后挂断，就请他带着其他保安一起来我家里救我。年轻保安此前隐瞒了目击情报，心中对我有愧，自然答应了下来。这本是为了防凶手而做的准备，没成想却抓到了葛峰。很快的，警方就来到了现场，带走了醉意上头已经不省人事的葛峰。第二天，警方来了个电话，告知了我关于葛峰的审问结果。顾小姐，杀死您丈夫的凶手已经认罪了。听完警方的讲述，我挂了电话。警方所说的事实过于震惊，甚至让我忘了流泪。葛峰就是杀死吕俊的凶手。原来在高中时期，葛峰就已经暗恋我，我却一心扑在学习上，无暇他顾。王蕊自杀之后，全校对我这个凶手落井下石。葛峰仿佛看到了机会，想要乘虚而入安慰我。这样一来，高考完毕之后，我或许就会跟他在一起。可他没想到，这样的安慰让我把他当成了知己男闺蜜。他更没想到，我因为王蕊之死高考失利后，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，而是早早的踏入社会，认识了吕俊，很快的就结了婚。几年时间过去，葛峰心里对我的感情开始扭曲，抱着得不到感情也要得到人的想法，他开始了筹谋。葛峰知道于洛在毕业后一直喜欢我，而且是个做事不顾后果的莽夫，便趁着一次喝酒的机会拉近跟于洛的关系。此后他们俩数次一起喝酒，葛峰假装醉酒后，故意不小心把用迷药的计划告诉了于洛，还贴心的透露了我家备用钥匙的位置，如何避免在现场留下痕迹的手法。1次2次没什么，3次4次之后，于洛便动了心，按照葛峰的暗示开始了行动。而这并不是葛峰的目的，葛峰真正的目的是黄雀在后。在于洛行动的时候，他会在暗中观察，待于洛走后，他会悄悄的上楼来到我家，用他私配的钥匙开门，然后侵犯我。这样一来，于洛会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犯罪者，真的出了事也不会牵连到葛峰，而且还能满足葛峰内心的变态欲望。他装得那么高冷，凭什么？他配吗？我就想看他被于洛和我侵犯的模样。这是警方转述给我的葛峰原话。可这样完美的计划被那日突然回家的吕俊打破了。葛峰跟我关系亲密，自然知道我的丈夫何时出差，何时回家。可是那一日，吕俊回家是计划之外的，是我打电话告诉吕俊家里的诡异事件，他才提前回家。于是那个深夜，正准备离开的葛峰迎面碰上了开门回家的吕俊，两个人起了冲突。情急之下，葛峰错手勒死了吕俊。吕俊死后，葛峰原本惴惴不安，可于洛意外落网，让葛峰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，反而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。再加上我肚中的孩子也确实可能是他的血脉，他便展开了对我的追求。只是他没想到，他爱喝酒的习惯误了事，严密的计划和不错的运气差点让他逃离法网。可我拒绝他后，他靠酒精麻痹自己，反而意外让自己自投罗网。至此，案件算是告一段落。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我失去了我的爱人、最好的朋友，甚至连肚子里的孩子都不知生父是谁。可我的心里除了悲伤和痛苦，仍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。这一切的起因，那些突然出现的王蕊生前所用之物，至今没有一个定论。于洛承认了迷奸，否认了跟王蕊有关的一切。葛峰承认了杀人，却也否认了在我的房子里放过王蕊的东西。
甚至警方把吕俊那害人的遗体照片给葛峰确认的时候，他还吓了一跳，怎么打扮成这样？不，这不是我干的，我就是把他勒死了，我又不是变态，我打扮他干嘛？难道真的是什么不可描述的灵异事件？可于洛和葛峰落网后，王蕊的东西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中。若说是冤魂索命或诅咒成真，也不尽可信。所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始终不明白。时光荏苒，转眼怀胎10月过去，我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。对于这个孩子，我曾抱有各种复杂的想法，但在他诞生的那一刻，我坚定了要抚养他长大的信念。即便他的父亲是于洛或者葛峰，可他毕竟是我的女儿。或许，正如那句话所说，为母则刚。我本以为这整件事将作为我生命中的一个谜团，至死都无法解开。直到那天，我抱着女儿在楼下晒太阳，突然有个6、7岁的小孩跑了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腿。阿姨，有人让我给你一封信。我疑惑地把信接过来，刚要张口问是谁让送的，小孩一溜烟地跑没影了。我打开了信，信件全文如下：顾小姐，你打开这封信的时候，想必已经从那场噩梦中回归了平静的生活，但你心中仍有疑虑，有些未解之谜在你心中盘桓，让你夜不能寐。所以我写了这封信，我将告诉你真正的真相，请用心体会其中的韵味。让我们从头说起。我叫王琦，是你的保安，你应该对我有印象吧？毕竟在那场噩梦中，我跟你一起经历了不少事。不过相比起我，你应该对我的姐姐更有印象，她叫王蕊。你家里时常被人使用的化妆品是我用的，姐姐曾经喜欢过的那些东西也是我放在你家里的。姐姐生前很喜欢化妆，家里却没什么钱，只能用便宜货。我看到你的梳妆台还挺高档，便替姐姐试一试。姐姐用过的东西，我也希望你能喜欢。要做到这些并不困难。作为保安，我可以看监控，因此知道你家的备用钥匙在哪里。我也可以在夜晚行动，那是保安的职责。所以那些美妙的夜晚，我除了在你家化化妆，布置姐姐的东西，还可以用迷药迷倒你之后为所欲为。一段时间以后，我用试纸替你测过了，你怀上了我的孩子。我得承认，我最初的计划到这一步就结束了。接下来，我本将欣赏你和吕俊为这个孩子产生的争吵，看你那苦恼却疑惑的样子，看你跟这个来历不明的孩子相处，看你的人生被毁掉。可不久之后，我从监控里看到了于洛和葛峰的夜晚特别行动，他们似乎也对你很感兴趣，这让我改变了我的计划。你丈夫死的那天，你以为他为何半夜回家？真的是担心你那些鬼神之说吗？不，是我打电话给他的。我说你在他出差期间有了外遇，他早就回来了。可是我告诉他不要轻举妄动，我会在你跟小白脸翻云覆雨的时候通知他当场抓奸。当然了，你没养小白脸，可是于洛和葛峰实际上确实干了些什么，不是吗？那天晚上我看到于洛行动了，便通知了你的丈夫。恐怕你丈夫回家的时候，于洛已经走了，倒霉的葛峰则被抓住了。我并未指使葛峰杀人，只是我从监控里看到葛峰慌张的离开的样子时，我就知道你的丈夫怕是凶多吉少。为了让你有更好的体验，我当时立刻去了你家，趁着于洛和葛峰所用的迷药劲儿还没过去，给你丈夫好好的打扮了一番，又替那2个蠢货打扫干净了现场，才退出去。等你亲眼见证你丈夫的美丽，并发出悦耳的尖叫之后，我才假装听到你的尖叫，而在门口敲门。你也如愿让我进去，让我见证了你亲眼看到丈夫死去时脸上的惊恐和悲伤啊！现在想来，你那时的表情真的很美丽。事后，小区的监控录像自然都被我处理了。接下来要做的，就是让这件事有个合理的结果。我本以为你在发现莫名怀孕后，马上就会联想到于洛那个不择手段追你的小混混，只要警方注意到他肯定就全都招了。可是你半点都没有跟警方说过，还得我出面提醒你，你才想起于洛有作案动机，实在太笨了。至于葛峰，
他虽然心思缜密，但那些心思全花在你身上了。我只要在他出入小区的时候，假装无意间透露点你的喜好和消息，就轻易的跟他搭上了关系。跟这种沉溺酒精的人打交道是最容易的。我只不过在酒桌上怂恿了他几句，说他跟你很相配，他就真的以为你的丈夫死了以后，他有机会跟你在一起。而在他被你拒绝的那天，他怒气冲冲的找我喝酒解闷，我自然乐得奉陪。酒桌上再多几句怂恿和嘲笑，那蠢货竟然酩酊大醉之下直接去找你，想来硬的，简直是自投罗网。现在于洛和葛峰要为迷奸和杀人负责，案子也算有了个结果。你一定要记得，这是我做出的努力。不过我要重申一下，你的女儿不是于洛和葛峰的。我们在夜晚缠绵的时候，他俩还没开始行动呢。那孩子是我们的女儿。其实这些日子我观察你时，一直感到很疑惑，为何你在害死了姐姐之后，能过得那般幸福，那般心安理得？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你，还有爱你的丈夫，有无话不谈的朋友？而我的姐姐拥有的，只有死亡后无尽的黑暗。凭什么？我想不明白这个道理。不过现在我不再想那些了。姐姐在18岁的时候失去了生命，而我在18岁的时候成功的为她延续了生命。我跟姐姐流着同样的血，如今这血也流在我们的女儿体内。既然你当年夺走了姐姐的生命，那么就请再生下她，重新赋予她活下去的机会。现在请看着怀中那张灿烂的笑脸，享受即将持续一生的痛苦吧。这就是我的复仇。那天午后的阳光很温暖，让人联想不到任何悲伤与绝望。可看完信的我，已经感受不到那种温暖。我愣愣地低头看向怀中的女儿，她的五官果然与王蕊有几分相似。女儿那双明亮的眼睛也正看着我，不知在想什么。啪嗒，一滴泪水滴到了女儿脸上。我抱着女儿跪倒在地，喉咙深处一阵咕噜，发出了痛彻心扉的嚎哭。我知道，今后余生的每一天，都不会再有幸福和平静可言。